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中共四中全会倒数，北京突然变天，3条新闻几乎同时报，每一条都像在暗示大事要来了。第一个，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高调 C 位登场国务院发布会，副部长压过部长，全场只拍他，谁再让胡家再出头？第二个，新华社12连吹，4篇文化思想，8篇经济思想，一周12文，习思想洗版全网，是巩固还是心虚？第三个，北京抛出史上最严稀土禁令，美国立刻加征100%的关税，但48小时后，北京又紧急撤火，命令当下就被改，这说明什么？专家一句话点破：命令还在发，执行者已不听。中共四中全会表面是例会，实际是权力再分配的摊牌。现在的中南海，一半在造势，一半在撤手，有人在称席，也有人在准备送席。就在今天，新华社再次把宣传的油门踩到了底，连发4篇高调吹捧所谓习近平文化思想，稍晚又推出一篇综合稿，把所有文章整合成一套思想全景。而在此之前，求是、人民日报等党媒才刚刚推出习近平经济思想8连发，铺天盖地地宣扬10年来的伟大成就。这种密集造势让不少观察人士认为，习近平不仅没有失势，反而正在巩固最高权力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有评论指出，中共官媒的这些动作反而让许多观察者的思维被搅乱了。表面上看，宣传机器全面加速，好像是在证明习核心依然稳如磐石。但如果放到时间点上去看，这种突然的高调不仅突兀，而且显得异常。时评人高杰转述的国内消息透露，这一轮铺天盖地的习近平思想宣传，其实并非外界所认为的官方整体表态，而是由中财委系统和文宣口内部一小撮人主导的运作。知情人士指出，主导这一系列稿件的正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、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蔡奇。这名消息人士的话非常直接：你们看那些文章干什么？那都是蔡奇在做的，是他组织人写的，是他推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密集的吹捧文章并不代表整个中共高层的共识，或者是习近平大权在握的象征，而仅仅是蔡奇的政治动作，在中共四中全会前为习抬轿子，试图制造核心仍在的舆论。这恰恰说明了一个相反的事实：如果习近平真正在全面掌权，就不需要这样急切的个人造势。这些动作恰恰反映出权力的不稳和焦虑。接下来是工商时间，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。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—— 神盾 VPN。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，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，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它只用一台服务器，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，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。这意味着，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，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，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。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。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，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。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。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，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，可以全家分享。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，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时局，再打9折，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，无风险适用。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。就在习近平经济思想8连发全面推出后，新华社又紧接着文化思想4连发的同时，10月9号，中共商务部突然宣布实施史上最严的稀土出口限制。根据新规，自12月1号起，
所有含有超过0.1%中国来源稀土成分的产品，或者是使用中国稀土开采、冶炼、磁体制造、回收等技术生产的产品，无论最终产地在哪里，都必须事先获得北京批准才能出口。这一规定把稀土管理的范围从单一矿物出口扩展到整个供应链体系，意味着中国对全球关键原材料的出口控制进入技术管理时代。稀土是高科技、军工、芯片和新能源产业的重要原料，中国掌握约70%的全球供应。这个举动立即引来美国总统川普的炮轰。川普直言，美国将立即采取经济反制，并在几个小时后宣布，从11月1号起，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0%的关税，同时启动全方位的技术和原材料封锁。这意味着中美之间从贸易摩擦正式进入经济对抗阶段。这个贴文在短时间内被美国和国际媒体广泛转载，几乎掀起了一场政治地震。不过，川普在美国当地时间12号又在自家社交平台真实社群上说：“别担心中国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习近平主席只是心情不好，他不希望自己的国家陷入经济大萧条，我也不希望。美国想帮助中国，而不是伤害它。”据资深媒体人石山分析，祭出最严厉的稀土制裁，这个动作应该是习近平做的，这更像是一次有意为之的破坏性行动，目的就是激怒美国，断绝谈判，把美中之桥烧掉。习近平的逻辑很清晰，既然中共四中全会后可能被迫退场，那就在离开前先把美中关系彻底搅乱，让继任者无从修复。换句话说，这并不是为了增加谈判筹码，而是一次有明确政治意图的行动。习近平深知稀土禁令会引发连锁反应，国际市场震荡，美国报复，外交全面紧张，但他仍然坚持推进。这种主动引爆的做法，与其说是战略部署，不如说是一种习退场前的布局，为继任者制造障碍。至于后来出现转机，应该不是习近平的本意，而是受到反对派的压制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稀土禁令显然是中共四中全会前中共内部权力博弈的标志性事件。与此同时，中共官方媒体突然抛出了另外一个信号，而这次的主角不是习近平，而是前中共最高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的儿子，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。10月10号，胡海峰出现在中共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。按惯例，此类发布会应该由部长主讲，副职陪同，但这一次，大陆媒体在报道中罕见地集体聚焦胡海峰，忽略部长。每日经济新闻、上官新闻和北京日报旗下的长安街知识等媒体，不仅在标题中直接点名胡海峰，甚至在版面图片上大幅使用他的照片，还把他排在部长录制员之前。部分稿件中完全省略部长发言，副部长在公开场合盖过部长，这在中共的宣传系统中极不寻常，几乎不可能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发生。尤其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10天，习近平仍以核心身份主持议程的时刻，媒体报道的集体错位绝非偶然。有评论指出，这种罕见的倒挂式宣传，其中就是一种政治表态。胡海峰不仅是胡锦涛之子，更象征着团派的政治延续。而在过去3年中，团派几乎被习近平清除殆尽，从李克强、汪洋、胡春华到陈全国，无一不被边缘化。时评人李林一指出，这场发布会表面上是民政系统例行汇报，实际上是一场政治秀。他说，胡海峰的风头明显盖过上司，这显然不是个人问题，而是政治信号。在四中全会之前，这样的安排表明，体制内有力量在借胡锦涛的名义试探社会反应。更令人玩味的是，胡海峰的这次高调露面并非孤立事件。过去几个月，他的曝光率急剧上升。6月，他以副部长的身份出席陆家嘴论坛，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、证监会主席吴清并列同台。7月，他又出现在新疆和田的全国对口支援会议上。9月，土耳其大使塞尔丘克于纳尔专程拜访他，媒体公开发布合照，而胡海峰的职务和外交毫无关系。这些连串事件被解读为胡家系重返政治舞台的前奏。在中共政治语境中，
媒体报道从不独立存在，每一个版面、每一个镜头、每一个排位顺序背后都代表着权力的分布。而胡海峰的高调登场，也许正意味着中共四中全会前夜，中国的政治版图正在重新排座次。有爆料说，中共205名中央委员中，除了被带走调查和已经官宣落马的48人之外，剩下的165人被一一约谈，每个人都被要求明确立场，要么继续支持习近平，要么倒向正在形成的过渡力量。这场行动实际上是一场隐形的选边投票。所谓过渡力量，被认为以汪洋、李瑞环、温家宝为代表，象征着中共内部的改革派或开明派。他们主张缓和中美关系，恢复经济秩序，与习近平的封闭对抗思路形成鲜明对比。这也解释了当前政治信号的剧烈撕裂，一边是习近平主导的稀土禁令和外交掀桌子，一边是官媒连篇累牍的个人吹捧，而另一边则是胡海峰等旧势力符号被重新推向台前。命令仍在传达，但执行者已不再统一，宣传机器仍在运转，却开始出现多重声音。中共四中全会前的中共高层已经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分裂运行状态，表面秩序井然，实则权力重组正在暗中展开。胡海峰的重新亮相，则像是新旧权力更替的隐喻。中共四中全会已不仅是一场会议，而是一场摊牌，摊开的不只是中美关系的破局，也是中共内部的生死对决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